郭大头价值5元，青花瓷价值250元，缺角大齐通宝价值过亿。这铜币竟然价值过亿，真的假的？铜币不是品相越好越完整越值钱吗？为什么这缺角钱币价值那么高？小兄弟，我这摊位上的东西可都是祖传的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我便宜点卖给你了。这缺角大旗确实是好东西不假，但其他的不是上周产就是价值几块几十块，就这也敢说是祖传的，这老板真是离了个大谱。嘿嘿，这小年轻一看就是冤大头，看我今天怎么给你上一课。小兄弟，要不是我着急用钱给我女儿治病，我这些祖传的宝贝根本不会拿出来。你行行好，看看哪件东西顺眼就买下吧，算我求求你了。行吧，我这人本来就爱好收藏。老板，我看那枚钱币不错，你准备多少钱出手？小兄弟，你眼光可真好，这钱币可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，少说也有几百年历史了。要不是因为着急用钱，我是绝对不会出手的。这样吧，看你这么爽快，这钱币100万卖给你了。100万也不算很贵，行，不要了，给我包起来吧。100万都不讲价，看来是要少了。嘿嘿，还好我留有一手。老板，你手里的这枚钱币不错，开个价吧，本少爷我要了。实在是抱歉，这枚钱币已经被这位小兄弟出价100万买下了，我正准备给他包起来呢。你还是看看我摊上的其他东西吧。本少爷看上的东西就没有拿不下的，而且你也说了，他只是出价100万。按照规矩，只要他还没给钱，这件东西就还不是他的，那我就可以继续出价。哼，我出200万，这钱币我要了。靓仔，你要不看看其他东西吧？这钱币是要给这位小兄弟了。你摊位上的其他东西，本少爷又看不上，200万，你就说卖不卖吧？这小兄弟真是不好意思，不是我不愿意卖给你，只是他出的价格更高。你也知道我急需用钱，如果你能出到跟他一样的价格，我肯定会优先卖给你。这人该不会是托吧？这么凑巧？是啊。难道说这两人是一伙的？老板，那我也出200万。老板，我出300万，赶紧给我包起来吧！300万我现在就转给你。这小子怎么不说话了？该不会是不打算出价了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可就完蛋了呀！靓仔，你稍等一下，这小兄弟还没说不要呢。我服了，这饭桶喊价也太猛了吧！要是这小子不继续出价，那我的100万岂不是就没了？我认定的东西就没有买不下来的。我现在所有的资金加起来差不多有5000万呢，200万又算得了什么？我出500万。好嘞，小兄弟，500万这钱币是你的了。这小子看着就是个愣头青，所有资金加起来有5000万，这样的话也敢到处乱说，这次怎么的也要忽悠他个400万。慢着，我出600万，这钱币我今天势在必得，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有什么能耐跟我抢。我出1000万，我出1100万，我出2000万，我出2100万，我出3000万，我出4000万。这小子可是有5000万的，现在我出价到4000万，他肯定会继续跟价的，到时候我就不跟，直接让给这个冤大头。4000万差不多了，我就看你这4000万拿不出来要怎么办。帅哥出手还真是阔绰呢，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这枚钱币我就让给你了。老板，这位帅哥出价4000万呢，你还不赶紧把钱币给人家包起来？不对，小子，你不是说你有5000万吗？你怎么不继续跟呢？我是有5000万没错，但我看你这么喜欢这钱币，所谓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我决定让给你了。老板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人家包起来啊！这可是4000万，足够给你女儿治病了。这小子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？这样下去可不行，看来我只能厚着脸皮不认账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让给我？刚才明明是你说4000万的，我都没说要出价呢。既然你喜欢这枚硬币，我就不跟了。4000万我让给你了，帅哥，你该不会是没钱，所以准备不认账吧？大家伙可都听见了哟。对，我们可都听见了，就是你说的4000万。帅哥，别愣着了呀，赶紧付钱呀！老板，你有听见我说了吗？没有，我只听见这位小兄弟出价3000万之后，他就说你喊了4000万的价。看到没？老板都说没听见，你们一天天瞎吵什么？老板你也别愣着了，赶紧把东西包起来，这可是3000万啊！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说的？不是吧，买个东西你还录音？好吧，本少爷承认，我就是没钱喊着玩的，你爱咋地吧。2100万、3000万、4000万，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还有什么说的？不是吧，买个东西你还录音？好吧，本少爷承认，我就是没钱喊着玩的，你爱咋地吧。怪不得不想承认呢，原来是没钱瞎喊的。这位小兄弟，既然他是瞎喊的，那这个钱币就按你最后出价的3000万卖给你了。他都是瞎喊的，
那我自然也是跟着他瞎喊。这3000万又怎么能作数呢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！几千万生意就这样没了。这样吧，小兄弟，就按照之前说好的100万卖给你，你看行吗？老板，实不相瞒，虽然这枚钱币我很想要，但我也没有100万。不如你问别人愿不愿意出100万买这枚钱币吧。不是小兄弟，刚刚我们不都说好了吗？你也答应了出100万买下这枚钱币了，怎么现在就出尔反尔了？不是小兄弟，刚刚我们不都说好了吗？你也答应了出100万买下这枚钱币了，怎么现在就出尔反尔了？刚才我是听说你急需用钱给女儿治病，又看你行动不便，才想着帮你的。没想到你身法如此敏捷，想必你那个女儿生病也是骗人的吧？所以我不想要。说的没错，这老板刚才还是驮着走的。你要说他不是在表演，我都不相信。是啊，我本来都想在他摊位买几件东西帮帮他的了，现在看来真跟小兄弟说的一样。小兄弟，我可没骗你啊，我是真的急需用钱给我女儿治病啊，而且我也没说我身体有问题啊，我刚才只是累了，坐在地上歇一歇而已，是你自己误会了。那这么说是我自作多情了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不要了，这钱币你还是卖给那个少爷吧。哎，小兄弟，哎呦，小兄弟，你是好心人，只是我们有点误会了。这样吧，不要你100万，90万，只要90万，这东西就是你的了。80万，小兄弟，80万怎么样？这样吧，不要你100万，90万，只要90万，这东西就是你的了。80万，小兄弟，80万怎么样？老板，你怎么就不问问那帅哥？80万，我想他肯定不会拒绝的。他一看就是拿不出80万的人，问了也是白问。那这帅哥刚刚可是出价到4000万了呢，区80万，怎么可能拿不出来？小子，我不是都说了吗？我就是没钱喊着玩的，都已经被你戳穿了，你有必要一直在我伤口上撒盐吗？原来如此，小兄弟，人家是在演戏呢，你不会真要买这缺角钱币吧？是啊，铜币可是品相越好越完整才越值钱的。就这枚缺了角的钱币，他敢卖80万，这就是欺负你不懂行呢。去，我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老物件，你们不懂就不要胡说。小兄弟，这样吧，你开个价，合适的话我就卖给你了。小兄弟，这样吧，你开个价，合适的话我就卖给你了。这钱币我看最多也就值10万，10万可以的话我就拿走，不行的话你还是问问那帅哥吧。10万少是少了点，但也不错。哎，要不是这饭桶乱喊价，这钱币肯定能卖到更高的价格。行，10万就10万。既然你有诚意，我也不含糊，转钱过来吧，这东西就是你的了。行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小兄弟爽快，给，这钱币是你的了。帅哥，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你居然愿意花10万买一颗缺了角的钱币？就是，这种套路也就只能忽悠像他这样懂一点，但又不完全懂的小白了。小泉，你看那边站着的那位小哥，怎么看着有点像刘峰峰老弟呀？王老，您是不是年纪大了，眼睛不好使了？什么叫像？那不就是刘老弟吗？我长时间没见刘老弟了，难道他又在捡漏了？我们过去看看。我长时间没见刘老弟了，难道他又在捡漏了？我们过去看看。嘿呦，刘老弟，好久不见，这次是又捡漏到什么宝贝了？这不是鉴宝大师听小泉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难道他跟这帅哥认识？嘿嘿，刚捡漏了一枚铜钱，刚好泉哥你给长长眼呗。什么情况？这小伙计好像真的认识听小泉。认识泉哥又怎样？他那枚缺角的钱币可是花了10万块买的，还是下去沉淀沉淀吧。看这冤大头的样子，他该不会认为那枚古琴币是真的吧？你们说什么？什么缺角的钱币？就是我手里的这枚，刚刚在这摊上买的。这既然是缺角大旗通宝啊！小泉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这是世界古币50名珍之一的缺角大旗？快让我看看！小泉，你说什么？你说这是世界古币50名珍之一的缺角大旗？快让我看看！泉哥，这位是？哎呀，忘了介绍了。这位是古玩协会的会长王宝。什么情况？连王老都来了，难道这钱币还真是什么好宝贝不成？刚刚泉哥好像说是什么缺角大旗通宝，这大旗通宝很值钱吗？大旗通宝铸造于南唐时期，即10国之一的南唐政权。大旗通宝铸造数量极少，流传至今已非常罕见。我初步判定，各种特征都很符合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不过这东西在清朝就消失了，我还真不敢妄下断断。刘峰峰，你等等，我这就通知戴沐白过来看看。你说真的吗？戴沐白可是钱币收藏家戴希的后人，也是唯一一个拥有缺角大旗拓片的人。真要说这枚缺角大旗跟他们家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真要说这枚缺角大旗跟他们家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真没想到还有全哥看不出来的宝贝。你是不是傻？这东西不就是全哥看出来的吗？我打断一下哈，那个小兄弟，既然现在还没法确定这钱币的真假，你看要不要卖回给我？我把你刚转过来的10万还给你，再给你加10万。老板，我记得古玩街没这种规矩吧？东西都过手了，可由不得你反悔。小子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！你真以为这破钱币能值20万啊？没钱瞎喊的人就不要在这唧唧歪歪了，闪一边去！你，刘老弟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忍痛割爱，把这枚钱币让给我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，我愿意出5000万。小峰，我愿意出价1个亿。小峰，我愿意出价1个亿。我知道你们急，但你们先别急啊！王老不是还要找人过来看吗？你赶紧的！王老，你这么着急叫我过来，是有什么好东西给我看吗？就是刘老弟捡漏的这枚钱币，我想你应该会很感兴趣。这竟然是缺角大旗！没想到啊！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枚缺角大旗呀！刘兄弟，不知你能否割爱？只要你开价，就算砸锅卖铁，我也愿意出。这钱币到底价值多少钱呢？刚刚我上网查了这戴老先生，他可是现任戴家的掌舵人，他家集团市值少说也有50亿啊！不会吧？一枚缺角的钱币，就算价值再高，也不能超过50亿吧？这缺角大旗果然是真的，这在钱币界绝对是能引起轩然大波了。刘老弟，卖不卖你自己决定吧。刘老弟，卖不卖你自己决定吧。真是抱歉啊，这东西实在是不能卖，只是不知道这钱币和戴哥有什么渊源。这是我祖上家传，我父亲早年收藏了这枚缺角大旗，当时古钱收藏家吴一安得知后，想用数枚汉印与它交换，祖上却没舍得，所以当时也涂印了数十张大旗通宝。当年太平军攻打入城，祖上走投无路后自尽了，缺角大旗便失踪了。后来我们家掘地3尺，仍未见其踪迹。不过祖上偶然间的获得缺角大旗拓片，目前收藏至今，也就只剩这一副拓本。原来如此，既然这枚缺角大旗是戴总你祖上传下来的，那就1个亿卖给你了，也算物归原主了。这不是套路来的吗？怎么还能让他捡到漏了？就是啊，老板，看来你还是要下去继续沉淀啊！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我竟然10万块就给卖出去了，看来我才是那个纯纯的大冤鬼。小子，你别看我外在展现这么完美，但我里面却满是裂纹。看我，虽然我是一块切卡的废料，但我里面可是有一大块极品帝王紫，价值80亿。这可真有趣，外在展现极其好的石料里面竟然是帝王裂，而旁边切卡了的废料里却是一块极品帝王紫。帝王裂遇上了帝王紫，还真是头一回。老板，这块料子怎么卖啊？哟，原来是刘兄弟啊，老熟客了。这料子3个亿，你拿走。拉布拉多大师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改行卖原石了？是啊，自从上次输给你以后，我觉得我并不适合翡翠原石鉴定工作，于是来朋友的原石店当售货员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看这块料子不错，能不能便宜点？这块料子是我朋友从缅甸特意拉过来的，卖别人都是3亿。如果刘兄弟想要，我按照进货价卖给你都行。但是我有个要求，就是想知道刘兄弟看上这料子哪儿了。拉布拉多，你这个老狐狸，竟然想套我话！我正愁如何拿下旁边的那块帝王紫，没想到你自己去撞上去，还真是天助我也。这料子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有些裂痕，但是从这里的表现不难看出，应该不至于会深入到原石内部。且根据石皮的表现，我估计很有可能开出帝王绿。果然和我猜想的一致，是帝王绿无疑了。刘兄弟果然是火眼金睛啊！不过实在不好意思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这料子已经被一位老板提前预定了，要不你还是看看别的吧。拉布拉多，你真卑鄙！知道了结果就出尔反尔。我还就实话告诉你们，这料子我就是故意不卖给你们的，你们能把我怎样？小峰哥，我们走。拉布拉多这种卑鄙小人，我们没必要和他做交易。不急，旁边还有一块废料呢，我看着也挺不错的。拉布拉多大师，这块废料卖不卖？卖！别人都是100万，可看在今天刘兄弟免费给我鉴定原石的份上，就卖你1000万吧。拉布拉多，你还真是无耻到家了，竟然还坐地起价！我还就坐地起价了。只要是刘峰峰看中的原石，傻子才会低价出售，要买就买，不买就滚。老狐狸，等的就是你这个时候。1000万拿下，虽然有点贵，但这里面可是有着价值80亿的极品帝王紫翡翠，若是现在不拿下，恐怕就没机会了。1000万就1000万，这块料子我要了。小峰哥，他明明就是在坑你啊，你居然还真买。我知道，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这位美女，大家都是自愿买卖，什么叫坑？不会说话就少说点。藏獒老板，出来吧！
你要的帝王绿原石已经找到了。拉布拉多，你当真能确定这一块就是帝王绿原石无疑吗？藏獒老板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刘峰峰那小子眼光毒辣得很，他看中的准没错，这料子妥妥的帝王绿，肯定没跑了。行，这料子2亿我买下了。若是真切出来是帝王绿，我再给你2000万的鉴定费。你尽管解释，若不是帝王绿，我把这石料当场给吃了。拉布拉多，我可真是期待你当场吃原石的场景。很快，拉布拉多就把那块石料拉到了解石区，并开始了解石。与此同时，我用1000万买下的那块边角料也同时开始了解石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藏獒的石料率先给解了出来。绿了绿了，藏獒老板绿了！看这种水，应该是达到了帝王绿的级别，大涨啊！拉布拉多大师，你的计谋实在是妙啊！果然是出了帝王绿，藏獒老板谬赞了，这才是第一刀，下一刀肯定还会暴涨。是啊，这料子第一刀种水就这么好，如果切出满绿，价格肯定要涨上天了。藏獒老板，这料子别切了，我出10亿，我要了。这么好的料子，怎么可能卖给你？师傅，下面再给我来一刀。那小子，你看好了，下一刀肯定大涨100个亿。然而藏獒话音刚落，解石师傅就露出了震惊的表情。裂了！这一刀下去，竟然全是裂，简直比蜘蛛网还要裂啊！这么多裂，种水再好也没人要。幸亏我刚才出价10亿，他没卖，这要给我买过来，估计哭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了。拉布拉多，什么情况？不是说100%帝王绿吗？都怪刘峰峰，没错，就是他，是他说是帝王绿的，这不能怪我。拉布拉多，你还真是卑鄙又无耻，明明是你自己耍的小心思，却怪到我们头上来了。藏獒老板，他可是害你丢掉了2亿，别忘了他吃原石的表演。小丫头片子，你少在这里拱火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就你们刚刚买的那块切卡了的废料，1000块都没人要，我却坑了你们1000万。等会儿切出来，定会哭得你大妈都不认识。紫罗兰，紫罗兰，没想到这切垮的废料里竟然能切出种水这么好的紫罗兰翡翠，这紫罗兰可是仅次于帝王绿的存在呀！小兄弟，别切了，我出10个亿，我出15个亿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这个人切料子有个习惯，我看中的料子一定要全部解开，等我完全解开，大家再出价也不迟。师傅，继续切第2刀吧。切出一块见光死的紫罗兰，你神气什么？下一刀肯定垮。这可不是见光死的紫罗兰，而是一块极品帝王紫啊！小老弟，我给你20亿，别切了。不好意思，藏獒老板，20亿有些低了。那你说要加多少钱？你尽管开口，我一定满足你。好，那你给我50亿吧，这料子就卖你了。什么？50亿？你小子比我还黑，竟坐地起价，直接涨30亿！藏獒老板，你听我的，下一刀这料子肯定垮，50亿，你可别信了他的鬼话。你给我闭嘴！一块帝王裂还不够你炫吗？不值。既然你说不值，那今天我还就笃定了。拉布拉多，你可要瞧仔细了。师傅，麻烦把剩下的料子全部解开吧。师傅，麻烦把剩下的料子全部解开吧。小兄弟，别切了，我出30亿，不能再多了。我刚才说了，给我50亿，这料子就是你的。如果出不起这价，就请在一旁看我慢慢解石吧。我今天就不信了，你真能解出完美的帝王紫出来？难以置信！极品，整个切面都是紫罗兰，毫无杂质。果真是完美级别的帝王紫啊！这料子绝对是人间极品，怕是几10年都出不了这么一块吧？刚刚的那50亿，现在看来还完全不够看的啊！这至少价值80亿。听见这个估值，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1000万买下的废料，直接独涨800倍，实在是太疯狂了。50亿就50亿，这料子我要了。藏獒老板，现在开价50亿，你不觉得有点晚了吗？那你要多少钱？现在我要80。什么？你居然一口气涨价30亿？你穷疯了吧？穷疯了。我现在可不穷，80亿，你不要有是人要。好，80亿就80亿，成交。凭什么他就能独涨80亿，而我就要炫这么大块的帝王裂呀？小子，你小心点，我里面可是帝王绿翡翠。帝王绿了不起吗？我里面可是祖母绿翡翠。我只能说，你们2个在我面前就是弟弟。一家店内竟然同时出现了帝王绿和祖母绿2种翡翠，不仅如此。旁边还有一块连我的万物沟通能力都看不清的石料，这老板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，竟然能找到如此多的绝世好料子？老板，你这2块料子我看上了，怎么卖？小兄弟好眼力，这些石头都是我托关系从缅甸淘来的老坑石料，品质绝对没得说。你要的话，5000万你拿走。行，我要了。等一下，老板，我也看上这2块石头了，我出1个亿。藏獒、拉布拉多，你们这样明着跟我抢料子，好像不符合规矩。刘峰峰。虽然你看中了这块料子，但是你好像还没付款吧？没错，他确实还没付款。他既然没付款，那我出1个亿买下这2块料子有问题吗？他既然没付款，
那我出1个亿买下这2块料子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既然藏獒老板出价1个亿，我肯定优先考虑卖给你了。那刘兄弟，你看，那既然这样，就价高者得呗。我出5个亿、10个亿、20亿、30亿、40亿、50个亿。刘峰峰，今天无论你出多少钱，我出价都会比你高。这2块料子，我藏獒今天要定了。小峰哥，这藏獒都已经出价到50亿了，我们现在还有再继续挣脱的必要吗？小婷，以我的经验来说，这2块石料肯定是能开出价值上百亿的天然翡翠，现在才50亿，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。我出50亿零1块。刘峰峰，才50亿你就怂了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。今天就让你看看我藏獒的真正实力，我出100亿。藏獒老板果然是英勇无比，100亿跟他眼都不带眨一下的，不愧是我老板。怎么样，刘峰峰，你还跟不跟了？怎么样，刘峰峰，你还跟不跟了？眼前的这2块石料虽然能开出帝王绿和祖母绿翡翠，其价值也就150亿左右。若继续跟藏獒争夺下去，到最后想必也没多少利润空间了。眼下唯有集中精力拿下旁边那块连万物沟通能力都看不清的石料了。刘峰峰，你居然连区100亿都拿不出来，就这点实力也想跟我争？劝你还是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吧。小伙子，既然你出不起价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这2块石料就归藏獒老板所有了。藏獒老板，这2块石料，根据我的判断，其价值应该在150亿到200亿左右。这次我们最少赚50亿。哈哈哈哈！今天当着刘峰峰的面，竟然让我们捡了这么一大漏，还真是爽爆了。藏獒、拉布拉多，你们可别得意的太早，还不知谁能笑到最后。哟，这就生气了。若一会儿看我解出极品翡翠大赚特赚时，你岂不是要更加生气？拉布拉多，我们解释去，这种小喀拉玛不值得我们浪费太多时间。拉布拉多，我们解释去，这种小喀拉玛不值得我们浪费太多时间。二位，虽然我们刚刚没买到那2块石料，但没关系，我店里好料子多的是。你看这块就很不错。这块石料竟然连我的万物沟通能力都看不出，但它所散发的那股气息告诉我，这绝对是一块万年难遇的极品好石料，价值定不低于之前的那2块所加起来。小兄弟，这块料子虽然比不上刚刚的那2块极品料子，但它的外在表现也不差。若你诚心要的话，我给个实在价给你。多少钱？只需1000万，你就能拥有它。1000万，价格合理，行，成交。顺便帮我们拉到解释区。藏獒老板，我们这次可真的是发大了！这2块石料解出来，分别为帝王绿和祖母绿翡翠。且看这块头，随随便便就可以掏出上百个手镯，这价值妥妥的上了150亿啊！150亿！刘峰峰，看清楚没？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，而你只能沦落到捡我捡剩的料子来切。刘峰峰，看清楚没？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，而你只能沦落到捡我捡剩的料子来切。藏獒，你得意什么？我这块料子的价值肯定比你那2块料子加起来还要高。哼，刘峰峰，我看你全身上下也就嘴最硬了。我们这儿可是翡翠之中的王者，帝王绿加祖母绿，就你那块外在展现极差的石料，连跟我们比的资格都没有。那你敢不敢跟我比一下？若是我的这块石料的价值解出来没有你们的高，我就把我在强盛51%的股份转让给你。要是我这块料子开出的翡翠价值超过200亿，你那2块翡翠归我。藏獒老板，他那块料子就算也开出祖母玉翡翠，也不可能高过我们这2块的。就跟他比，这可是一举击败刘峰峰的绝佳机会。那样一来，这京都可就老板您一家独大了。这可是一举击败刘峰峰的绝佳机会。那样一来，这京都可就老板您一家独大了。你分析的很对，抛开品质不说，就算开出相同的料子，我们数量上也能赢下他。刘峰峰，看来你是着急的想把强盛的股份送给我啊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。小峰哥，眼前这局势没必要玩这么大吧？这要是输了，可就什么都没了。小婷，我选10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输的。小兄弟，大涨啊！看着第一刀的绿意，极有可能是帝王绿的表现啊！哟，不错哦，竟然还真给你开出了帝王绿啊！不过就这一小块，怎么样也不超过200亿吧？刘峰峰，你要送我强盛集团的股份，何必这样大费周章的呢？现在好了，股份没了，脸也没了。解释的乐趣就在于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你永远也不知道能切出什么来。藏好，你可曾听说过一种传说中的纯天然翡翠？纯天然形成的玉雕翡翠，它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千百年来都从未出现过。就你这种垃圾料子，能开出绿来已经算是奇迹中的奇迹了。早点认输得了，别在这浪费大家时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最后一刀竟然解出了一个西瓜！解释这么久以来，还真是大姑娘入信房头一次。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不就一个西瓜吗？不对，一块原石怎么会切出西瓜来呢？这可不是我们常见的普通的西瓜，这是天然玉雕翡翠西瓜。老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翡翠就是翡翠，西瓜就是西瓜，
翡翠西瓜是什么鬼玩意儿？一看就是垃圾玩意儿。拉布拉多，你还真是脑袋大知识少。这翡翠西瓜是天然玉雕翡翠的一种奇怪的表现，虽然外在跟西瓜一样，但却因其存世极少，就算用价值连城来形容也不为过。我说的没错吧，藏獒老板？竟然还真被他开出了传说中的天然玉雕翡翠，本以为能一举击败他，没想到反而搭进去了唯一捡漏成功的2块极品翡翠。那这天然玉雕翡翠到底值多少钱？看藏獒躺在地上，就足以说明这天然玉雕翡翠西瓜价值肯定远超200亿。小子，我虽然是一块紫罗兰翡翠，但我里面的翡翠却不多。小子，遇到我你走运了。你别看我外表不咋地，但我内部可是有着一大块的福禄寿紫翡翠，价值500亿。居然是传说中的福禄寿紫翡翠，传闻见过这种翡翠的人都会好运连连，财运亨通。看来今天的拍卖会又可以大赚一笔。小峰哥，那块和朝仪之心姐妹款的标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这块标王看着外在展现确实很不错，估计待会儿的竞价定会异常的激烈。除此之外，今天的1号拍品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目标，那绝对是一块极品好料子。刘峰峰，原来你重点关注的是1号拍品，今天的拍卖会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，我大伯藏獒的丑就由我来报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熟悉的瑞丽拍卖会场。我们今天拍卖的第一块料子是一块出自于后江老坑口的石料，品质自然不必多说，起拍价1个亿，现在开始竞拍。1亿1000万，1亿5000万，1亿8000万，1亿8000万一次，1亿8000万2次，1亿8000万3。等一下，我出2亿5000万。你果然出手了，刘峰峰，你在我大伯藏獒身上得到的，我今天势必让你全部吐出来。我出2亿5000万0 100块，3个亿，3个亿0 100块，4个亿，4个亿0 100块。小子，今晚这块1号拍品我看着非常不错，说什么也要和你竞拍一下。这位靓仔，如果想竞价的话就大方点，每次就多100块，这是几个意思？你这分明就是搞针对。美女，话可别这么说，出价本来就是各凭本事，你能出价，难道我就不能吗？哪有人像你这样出价的？我们多少你就出多100块。我就是喜欢这样出价的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此人分明就是故意想来抬我们的价格，现在的竞价连这块石料的零头都不到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我出8个亿。小峰哥，这块石料8个亿的风险性太大了，别冲动。小婷，钱是小事，面子是大。既然对方说了各凭本事，那就得让他看看我们的实力。看来鱼儿已经上钩了，接下来看我如何整你。那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实力。我出8个亿0 100块，10个亿，10个亿0 100块，20个亿。好，这位9527号选手出价20亿，请问金毛哥，您是否还要继续加价？主持人，你真当我金毛是9527这傻子吗？这块石料起拍价才1个亿，现在已经溢价20倍了，即使解出来再好，也不可能那么值钱。再出价还不亏到裤衩都没有了。我赔钱我乐意，怎么这就不加了？你不是说要看实力吗？咋的？就才这么一点啊？再来啊！谁怂谁是孙子！小子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我是藏獒的侄子金毛，刚刚就是恶意来抬你价格的，为的就是帮我大伯出口气，没想到你还真的就上当了。这小子还是太年轻了，这都看不出来，其实这金毛哥从一开始就是想抬他的价，这下可惨了，一步一步的落入他的陷阱之中，还真是损失惨重啊！这藏獒的侄儿果然跟他一样，不但心狠手辣，还有勇有谋，以后还是不要招惹的好。让我们恭喜9527号选手以20亿的价格拿下我们本场的第一块石料，20亿就拿下价值500亿的福禄寿紫翡翠，还真是赚翻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块石料，也是我们本次拍卖的重头戏。各位老板，最近咱们玉石界有一块紫罗兰翡翠，简直名声大噪，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？是朝仪之星，20万的原石，开出来9万多克的玻璃种紫罗兰翡翠，整块翡翠被打磨成一个巨大的蛋面，价值从20万直接飙升到200亿。难道说这最后的标王是跟那块朝仪之星出自同一个坑口？没错，这最后的压轴拍品正是朝仪之心的姐妹款，外形8、9成相似，很有可能开出同样的料子。终于来了，早就收到消息，说这块石料很有可能超过那朝仪之心，我说什么也要拿。主持人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拍卖吧！是啊，赶紧开始吧，我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拿下它了。既然大家都已经如此的迫不及待，那马上开始我们标王的拍卖环节。起拍价10个亿。这块标王，我奥德堡珠宝行势在必得，我出12个亿，那得看看你们有没有那个实力。我奥利加珠宝行出价15个亿，我奥德堡珠宝行出价18个亿，奥利给珠宝行出价20个亿。小峰哥，没想到这最后的标王竞争会如此的激烈，我们需要什么时候出手呢？这块石料里面确实是有着紫罗兰翡翠，但却不多，
总价值也就在25亿左右的样子，实际上连招师之心的0分都不到。看来这姐妹款只不过是宣传的手段罢了。先看看他们的竞价再说吧，毕竟现在出价的人太多了。刘峰峰，你想坐山观虎斗，想得到挺美的，接下来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气势与胆魄。我出25亿。刘峰峰，你想坐山观虎斗，想得到挺美的，接下来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气势与胆魄。我出25亿。此时的金毛见现场已经无一人敢再竞价，内心更是得意不已。25亿一出，谁敢跟我金毛争？看来这最后的标王是我的了。刚刚你故意来找我的茬，现在怎么样也得还给你。金毛哥是吧？看来你很想要这块石料啊，那我们再来较量较量，看看究竟花落谁家。我出25亿0 100块。这块石料我可是得到内部消息，其价值绝对超过昭义之心，那可是几百亿的极品料子，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。刘峰峰，我看你怎么跟我玩。我出30亿，30亿0 100块，40亿，40亿0 100块。看来9527这小子，这下是想报刚刚那1号石料的仇，就不知这次金毛哥能不能顶得住。这个还真不好说。虽然这是最后的标王，但我总感觉40亿的价格对于全赌料来说，属实是风险太大了。说不定这次金毛哥还真会被这个小年轻给唬住。那也比亏钱强，这叫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乌龟缩头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他想学我的竞价方式来抬我的价，殊不知这都已经是我玩剩下的了。现在我就拿出点实力来给你们瞧瞧，看看谁才能笑到最后。我出50亿，来呀，刘峰峰，你够胆再跟吗？金毛哥不愧是金毛哥，在下不得不佩服。50亿我是没那个勇气，我不跟了。让我们恭喜金毛哥以50亿的价格拿下我们最后的标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本场所有的石料已经拍完，有需要解石的老板可以前往我们的解石区进行解石。恭喜你啊，金毛哥，以50亿的价格拿下一块啥也不是的石料。刘峰峰，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了。这块石料我之所以会出如此高的价格拍下，是因为我有内部消息，这将会是一块超过昭义之心的石料，等解开我就能赚几百个亿。反倒是你，不但没能拿下这绝世好料子，还被我坑了一把，这就是你得罪我们的下场，这就是你得罪我们的下场。哦，是吗？既然你那么厉害的话，那我们解石区见分晓，那我们便走着瞧。师傅，第一刀解石的线已经画好了，沿着画线解石即可。浪费那么多心思干嘛？直接从中间切开不就好了？2个亿都没多少人敢要的原石，你却花20亿拍下，就算怎样解，你也将血本无归。没见识就在那里给我好好看着，等会儿解出来，定会亮瞎你的钛合金双眼。小兄弟，我觉得金毛哥说的对，你这块石料外表看着就不怎么样，而且打灯也看不透，刷2刀快速切开就好了。解完你的，我就能解金毛哥的那块昭义之心姐妹款了。是啊，你以为我们来这里是看你解这块破石料的吗？我们都是冲着金毛哥那块压轴的标王来的，你的这块就别浪费太多的时间了。你们想看谁的石料解石我不管，但这块石料是我的，我说怎么解就得怎么解。你们想看谁的石料解石我不管，但这块石料是我的，我说怎么解就得怎么解。耍什么大牌？若是等会儿切垮了，看我怎么嘲笑你。好好好，我马上就解。刘峰峰，看你能得意多久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我解这块石榴是在浪费时间之时，却从解石桌传来了震惊的声音。这第一刀竟然切出了紫色的翡翠，这透亮的颜色真的是太美了。没想到这块外表一般的石料，竟然开出了品相如此之好的紫色翡翠。要是下面的翡翠全是如此的话，那这小子就真的赚麻了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就这种破石头，下一刀肯定垮。金毛，那你可给我看好了，下一刀定会震惊全场所有的人。紫色翡翠最容易就是见光死，等会儿解出来，绝对亏得你爹妈都不认得。这不仅不是见光死的紫翡翠，这不仅不是见光死的紫翡翠，而是一大块传说中的福禄寿紫翡翠，价值至少100亿起步。在翡翠界混迹了那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福禄寿紫翡翠。传说这种翡翠光是看一眼就能让人好运连连，今天有幸见到，还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！太不可思议了。小兄弟，你这块石料100亿，我要了。老王，这种传说中的翡翠100亿你想都别想了，我出150亿、200亿、300亿、500亿，我出500亿。小兄弟，这石料我要了。各位不好意思，这种100年难得一见的福禄寿紫翡翠可谓是馆藏级别的存在，我暂时不想出售。得意什么？你这种区20亿的石料都能开出价值500亿的翡翠，那我这块50亿拍下来的石料，起码能开出价值800亿，甚至是1000亿的翡翠。得意什么？你这种区20亿的石料都能开出价值500亿的翡翠，那我这块50亿拍下来的石料，起码能开出价值800亿，甚至是1000亿的翡翠。金毛哥，那就看你的了。这姓刘的小子太不厚道了，
这么好的料子，竟然自己收藏了起来。你若是真的开出了极品翡翠，我一定出高价购买。还别说，真的有可能再现昭仪之心。毕竟姓刘那小子那块外在很一般的石料，都开出了价值500亿的翡翠，你这块比他的要好，解出来肯定不会比他差的。根据我的能力所知，这块石料虽然是有着紫罗兰翡翠不错，但却分布在最中心的位置，不但块头不大，且最大的难点在于解石。若是解不好，说不定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师傅，赶紧开始解石。这块石料若是解好了，足够你在解石界吹嘘一辈子的。另外，这种好料子你可给我悠着点，解垮了你赔不起。好的，放心吧，金毛哥，我的技术杠杠的。好的，放心吧，金毛哥，我的技术杠杠的。大概过了20分钟，当烟尘散去，本以为会震惊众人的场景，却变得死一般的寂静。怎么可能会是这样？为什么第一刀切出来会什么都没有？这可是我花了50亿的标王石料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按照以往的经验，一般第一刀解出来什么都没有的话，那这块石料多半是没多大希望了。以为金毛哥会从此一飞冲天，没想到却成了冤大头。你们胡说什么？我不相信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。只要再来一刀，肯定会大涨。没错，解石的，沿着这条线再给我切一刀。好，可惜了，这一刀就只差一点点，要是再往下偏一偏，兴许还能挽回一些损失。金毛哥，这第2刀切出来还是什么都没有？怎么会这样？皮克表现这么好的标王，解出来怎么会什么都没有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金毛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你这块料子啥也不是，现在相信了吧？不过我今天心情大好，要不我们来做一笔交易如何？交易什么？若是你想来笑话我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。我刚刚解出了极品好料子，大赚了一笔。你的这块石料，我愿意花2000万拿下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也算帮你挽回点损失。劝你还是赶紧卖了吧，你这块石料解了2刀，连条毛都没有切出来。趁着刘峰峰刚刚切涨了石料，头脑发热，若是等下他后悔了，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行，2000万就2000万，卖你了。刘峰峰，算你识相，但就算你愿意花2000万来讨好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对我和大伯的所作所为。今天算你运气好，下一次可就没那么走运了。金毛，你想多了。我之所以能买下你这石料，因为它还能再切。什么？难道你？没错，接下来的解石你可给我看好了。师傅，帮我把剩余的石料全解开。不可能，这种废物不能还能切出东西，绝对不可能。就在金毛还在愣神之际，解石区传来了震惊的声音。还真有，没想到这最后一刀竟然切出了极品紫罗兰。虽然块头没有昭仪之星大，但总价值也在25亿左右。还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不但50亿打了水漂，还把25亿的极品紫罗兰被我2000万就卖给了刘峰峰。